现在，这一切都完了，也不用这么算计，也不用再担惊受怕，过这个荣华富贵。但是我只求你一件事：看在婉婷这10年承欢膝下，你能不能善待她？承欢膝下，你没有脸说这4个字。我不求你疼她，你放过她，给她条活路。她是无辜的。我的远航呢？他就不无辜吗？但是远航少爷真的不是我杀的，是我曾经动过害他的心，但我也是母亲，我知道失去孩子的痛。老爷，我后来去救他了，但是已经晚了，是闵大成他们杀的。老爷，我求你，你让我怎么死都行，我罪该万死，我死不足惜。只要你放过婉婷。我会送他去香港读书，但他以后不能再回上海，他和穆家从此再无干系。再无干系。再回上海只能暴露他的身份，到一个没有人认识他的地方，重新开始生活，对他是最好的选择。老爷，您真宽容，我替婉婷谢谢您。但我的宽容是有条件的，留下你的女儿，你不能留下。醒醒！通知督军府，人犯已经伏法。是。
没想到穆家发生这么大的事。这次穆家受到了重创，你留在上海要多多宽慰穆公。儿子明白。父亲。那前几日刺杀闵大成的那2个刺客身份查清了吗？你怎么想起来问这个？我只是觉得有点奇怪，他们在生死攸关的时候，并不想伤害我的性命。谭玄林已经查实，那2个刺客是崔莲凤派来的，他一直想让婉婷嫁给你，怎么会伤及你的性命呢？原来是崔莲凤干的。你以为是谁干的？没有，我只是觉得有点奇怪。闵大成和崔莲凤现在已经伏法了，这也算是为穆家报了仇。你好好养病，现在穆家只剩下婉晴一个女孩子，很是艰难，你要多帮帮她。是，儿子明白。督军，谭玄林这小子实在太能演了，表面上对我们恭恭敬敬，背地里拿着把柄要挟我们，实在是脸皮太厚了。他这一招啊，漂亮，既还了兵团的清白，还成全了穆志远的面子。这个马肥崽子，我还真小看他了。属下有一事不明，这个闵大成为何会一口咬定是崔莲凤指使他杀害的穆家少爷？这穆家少爷明明是……闵大成，他很聪明，他知道崔莲凤经过此劫，在穆家恐怕是难以翻身，所以便不再维护他了。他指证崔莲凤是想打消我的顾虑，以念他的好。哼，这个闵大成到死还惦记着让他的女儿嫁到我们督军府呢。哼，若不是这根萝卜吊着他，他哪肯一次一次地替我卖命啊？可惜啊，拉磨的驴永远也吃不到这根萝卜。这么多年了，我不敢走进这个房间，我怕想起远航，想起你们小时候，这个家里热热闹闹的，开开心心的样子。现在这个家毁了，爸爸只是聪明一时，糊涂一时。婉晴，爸爸对不起你妈妈。婉晴啊，爸爸对不起你。
司令，穆小姐来电话了，他怎么了？说杀害他哥哥的凶手已经伏法，他想请您一起去法源寺还愿。要不我说你没时间？啊，不行，那地方太偏僻了，我陪他去吧。谭司令，这次多亏了你，要不是你，我哥的事情未必沉冤得雪。妈妈在天之灵一定会高兴的。啊，对了，你跟你妈妈肯定有很多话要说，我就不进去了。也好，那你在门口等我。放心，你一出来就能看见我。那你的功劳，我和妈妈说。萧夫人，请您给我时间，我一定会让真相大白于天下。您知道我来了。妈，您在那边还好吗？是不是见到哥哥了？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崔莲凤还有当年害死哥哥的人都被我们抓住了。一定是你们在上面保佑我，让我遇到了谭司令，让我在10年后知道了真相，让这些恶人都绳之以法。都说这灯花炸裂是吉兆，妈，您是不是也很开心？妈，谭司令这个人吧，我也说不上他哪里好，但是有他在，我心里总是特别踏实。我喜欢他，但是我们2个总是忽近忽远的。我也不知道他喜不喜欢我。还好吗？你猜刚刚发生了什么？什么？我和妈妈说崔莲凤的事情，灯花突然一下就炸裂了。你说妈妈是不是也很高兴？这是不是吉兆？啊，当然是吉兆。我还和她说，有你在，我过得很好，让她不用担心。走吧，我回去还有点事要办。你都帮了我这么大忙了，我晚上请你吃饭吧。啊？6点，七宝老街生煎店，不见不散。别这么看着我，我又不是阎王爷，你还没死。
我知道你想死，只不过你中的是麻醉弹，所以那个闵大成已经死了。你是想问我为什么不杀你是吗？很简单，我杀了你，不就如愿以偿了吗？我都不知道你到底在说什么。你隐瞒了杀死穆远航的真相，还不惜献出生命表忠心，是有求于徐伯君吧？哦，对了，崔莲凤的那条凤凰高飞的手绢，不是送给崔姐的，是送给你的。意思是让你顾念穆婉婷的前程。这穆婉婷是你女儿吧？拿好啊，谢谢啊。真行。哎，坐好啊。等我一下啊，我去买包烟。老板，给我一壶酒。好嘞。谢谢。来，慢用啊。老板，再来一份生煎。啊，好，稍等。先过去了啊。嗯。吃过，老板，下次来。好。看你这个不行啊，还是这个。看来他是不会来了。农夫，看好他，不能让任何人靠近，更不能让人知道。好，知道。司令，这都快7点了，您忘了穆小姐还约了您一块吃饭呢。快走，快走。好。快点，快点。有了。是吗？啊。这里有人了。是我，谭玄莲，你让我来的。真的是你啊！我还以为你不来了。怎么会？你怎么喝这么多酒？因为我今天高兴啊！如果不是你，我妈妈和哥哥的仇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报。谢谢你。来，我敬你。哎，走，你喝多了，回家啊。没醉。你知道我为什么带你来这儿吃饭吗？为什么？因为这是我最爱的生煎包铺子。小时候妈妈总带我和哥哥来，这是我们3个人的秘密基地。但现在他们都不在了，就没有人陪我了。别多想，没关系，以后有我在，我陪你。你还说陪我，你都迟到了。对不起，我是有事耽搁了，以后不会了，对不起。那我要罚你。罚我什么？罚你陪我去看上海最美的夜景。现在？太晚了，我送你回家好吗？儿子，开车，我们去蛇山。这么晚了，去蛇山干什么？去看上海最美的夜景啊！山上冷，我们回家好不好？不回。婉清，别闹了，听话，这车是我的，你得听我的。车是你的，但你是我的。
朋友。所以你必须得陪我去。什么朋友？我才不想当你朋友。那我自己走着去。哎，婉清。好，我陪你去。陈四，开车。嗯。还是睡着了可爱些。你开稳点儿，会不会开车？司令，这路坑坑洼洼，那又不是我的问题。你要实在觉得汉婉清小姐磕着碰着，那你最好还是让她自己靠在椅背上。你。行，你开慢点啊！哇，司令，嘘。哦。哎，婉清。哎，婉清。我们慢点儿。我们到了。你看，上海都在这儿了。那是海关大楼，那是汇丰银行工部区，还有外白渡桥。哎，外白渡桥！哎，你小心点，别摔下去。外白渡桥，上海。这里就是我的家，上海，我回来了！妈妈，哥哥。我回来了。婉清，你看啊，这上海都是我的地盘。我向你保证，只要有我在，你一定会平平安安的。谢谢你。谢我干什么？我2次喝醉酒，都是你陪着我。那，你这一次，不会又把我当成徐光耀了吧？又？我什么时候把你当成徐光耀了？你看你都忘记了，上次你被人下了药，喝醉的时候迷迷糊糊的，都不知道自己干了什么。
是像这样吗？你上次也是这样子，都傻了。我就知道你是知道的。你说。你这样坐了一夜啊？我可不敢睡，万一睡着了，被占便宜怎么办？占了便宜就想走啊？谁占你便宜啊？那昨天晚上我们都当着全上海的面儿亲了，想反悔啊？那你想干嘛？一辈子陪你吃生煎，看夜景，怎么样？那我们现在就是那种关系啦。哪种关系啊？就是一起吃饭、一起睡觉的关系呗。谁要和你一起睡觉？怎么，亲都亲了，不想承认吗？嗯？那你去我家向我爸爸提亲好不好？只要爸爸同意了，我们就能在一起了。你放心，我一定会让爸爸同意的。婉清，我现在还不能去你家提亲。为什么？生气了？没有啊。没生气怎么不说话？我不想自作多情。谁说你自作多情了？我一个女孩子，舔着脸让你去我家求亲，你说你不去，去不了，还不告诉我为什么？那就算是合作伙伴，也应该坦诚相待啊。是，我能告诉你的时候，我一定会告诉你的。你再给我一点时间好吗？停车！哎，婉清，婉清，婉清，你先上车吧，你穿高跟鞋呢。你别管我。哎，你听我解释。那你解释一下，什么叫做该告诉我的时候？连我你都不能坦诚相待吗？我们现在已经是这种关系了。不是这个意思。那你什么意思？这个世界上还有你能相信的人吗？如果连我你都不相信，你还相信谁？哎，婉清，放开！婉清，你听我说。放开！放下来！上车。婉清，
你听我解释啊！你仔细想想，我瞒的你哪件事儿，哪个不是为了你好？啊？你想想，我让穆婉婷去当徐光耀的秘书，我事先也瞒着你了，但最后呢？最后赢家不还是你吗？我承认，我对你来说不是透明的，只是我不告诉你是有我的原因。我希望你能相信我，信任我。真正的信任，不是束缚对方，而是毫无猜忌，即便在你看不到的地方，你也依然愿意相信。我现在还有很重要的事情没有处理完，所以暂时不宜去提亲。但是我心里早就认定你了。我们漂泊10年才遇到彼此，我真的很珍惜。所以，能不能再给我点时间？我能等。谢谢你。等事情有了结果，我会告诉你的。但是在此之前，你不能把我们的关系告诉任何人，好吗？好，我信你。但是，既然你还有事情要办，那你昨天晚上干嘛那么着急啊？是谁先着急的呀？我喝多了呀，而且我也没有经验。那我也没经验啊。我才不信！我也就是说说，不然也不能2次被你占便宜。我什么时候占你便宜了？嗯？好，上车吧。婉婷小姐，老爷吩咐我们送你去码头。爸爸都不愿意再见我一次吗？老爷说了，此生父女缘分已尽，不再相见了。请。谢谢。多保重吧。嗯。挂着。这吧，啊。穆小姐，会长跟我们打过招呼，让我们安排您上船。好。嗯。请。这边。你好。OK。请走这边吧。穆小姐。嗯。
司令，行，去吧。什么眼神？有屁放！司令，你跟穆小姐是真的吗？废话，当然真的。你俩不是一见面就掐吗？你俩什么时候搞上的？啊不，好上的。我告诉你啊，这件事儿你不能对任何人说，否则你坏了我的大事。放心，我明白，你这是金屋藏娇，地下情，见不得人的。你放心，我绝对一个字都不说。你嘴里吐不出象牙来，滚蛋！喂？什么？好，马上去，备车。司令，你怎么来了？你不是应该在医院给徐光耀办手续吗？光耀哥上午要输液，我下午去就好了。哦。本来昨天要请你吃饭，又没有请成，要不我今天补请你啊？昨天虽然没有吃晚饭，但是夜宵我吃了呀。我们昨天没吃夜宵啊。你再想想。你下边等着吧。婉清，我得走了，你乖乖等我，好吗？走了，等我。走了。邢太太，你想干什么？我要是不派人盯着你，你早就淹死了。你难道不想知道是谁害你吗？你跟我走，去见一个人。你应该见见他。关门。您拿好，谢谢。卖报，卖报！谢谢啊。卖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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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卖报！
先把自己饿死。哎呀，我是饿得不行了。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为了自己女儿的前程，甘愿付出生命。只可惜啊，这崔莲凤畏罪自杀。您那位本事不大，脾气却不小的宝贝女儿，也被穆公赶出了穆家。怎么，不信啊？哎呀，这个时候，穆婉婷应该是在上海到香港的轮船上，可是在她上船的时候，却被人故意推进海里。你说这个事儿会是谁做的呢？婉婷她怎么样？别着急，别着急啊，算她命大，被民团的兄弟给救了。哎呀，这穆家对外公布崔莲凤暴病而亡。至于穆婉婷的身世，至今绝口不提。除了穆家的人，只有参与过审讯的我和徐伯钧知道此事。你说，是谁会对落了难的姑娘赶尽杀绝呢？徐伯钧，他答应过我，说要把婉婷娶进督军府去的，还说会亲自去提亲。是啊，那是因为当年穆婉婷的身份并未暴露，徐伯钧对付革命军也需要穆家的支持，有你没你啊，他都会去向穆家提亲的。只是此一时彼一时，现在穆婉婷的身份成了一个巨大的隐患。如果有心人顺藤摸瓜地查明了当时的真相，那对他来说可是一个大危险啊！所以，当然会除之后快了。他耍我！嗨，10年前你就应该知道他是这样的人。他骗得了穆致远，也骗过罗督军。你一个小小的帮会老板，算得了什么呀？好了，穆婉婷落水受到了惊吓，我已经让军中的女眷给她换了一身干衣服，而且我可以答应你，只要你把穆远航之死的真相告诉我，穆婉婷，我就可以给她安全的送往香港。我可以答应你的要求，不过我也有一个要求，我要见婉婷，我想见见她。如你所愿。谢谢。谢谢。婉清，等一下红琛和少军约我去打桌球，你要不要和我们一起去？这段时间家里发生的事挺多的，你就当放松放松，和我们一起去。我也不会打桌球，我就不去了。司令部还有些文件要看，我得过去一趟。好吧，那你要注意身体，早点回家休息。那我先走了。
谭司令，能不能让我和婉婷单独待一会儿？婉婷，我听说了，谭司令要送你去香港，那里你第一次去，人生地不熟的，一定要多注意安全。哦，对了，我那儿有几个朋友，我给他们写了封信，你去找他们。他们会照顾你的。不必了，我对你那些狐朋狗友没兴趣。婉婷，你是不是心里还怨我？怨你？我根本不是怨，我是恨你。我恨你为什么突然出现，为什么害死我妈，为什么要夺走我的一切？我还不如一头淹死算了，一了百了。你居然敢打我！你凭什么打我？你得活着。对，我是没资格打你，我这一巴掌是替你娘打的。你可以不在乎我的性命，但你不能不在乎你娘的性命。她是拼了自己的性命，才给了你这条生路的。那我能怎么办？我现在失去的一切，都是拜你所赐。婉婷，婉婷，我知道我不是个好父亲，可是我今天见到你，我就是想告诉你，我这一辈子，我所做的这所有的一切，我都是为了你。你知道吗？我巴结徐怒君，为他做了很多坏事，就是想让你有一个好的前程。我希望你能够嫁到督军府里去。可事到如今，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啊！我知道现在说什么都挽不回所有的一切。婉婷，我只求你能够好好的活着，为了你娘，为了我，都要好好的活下去。你放心，我一定会好好活下去。只有活着，才可以夺回属于我的一切。对，婉婷，来，起来，来，快起来，地上凉，起来。婉婷，你可能就要走了，能不能叫我一声爸爸？啊！不，
你根本没资格当我爸爸。婉婷！一片忠心，却所托非人，后悔吗？难道这就是人生？人生在世，就该愿赌服输。至少你还没死，你应该庆幸。这一切，我认了。你还有还手的机会。你告诉我，你是不是保证送婉婷去香港？说到做到。好。大华银行57号那个保险柜里有你想要的东西。谭司令，这是您要的东西。哎，婉清，你怎么这么晚还不回去啊？你下午干嘛去了？我，哎，怎么了？我下午看到穆婉婷在你车上。哦。你之前说有重要的事情，所以不能跟我提亲，不会是跟她有关吧？嗯。你不会是想金屋藏娇吧？你笑什么？我又不傻，我藏谁也不能藏他呀。那你还想藏谁？哎，不是，动动脑子，我都有你了，我怎么还会喜欢其他女人呢？吃什么醋啊？那我也是个女人啊，我也会吃醋的。你至少告诉我。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不会是出什么事了吧？来，本来想等事情更有把握，我再告诉你。但既然你看见了，我如果不说，你可能会乱想。到底怎么了？害死你哥哥的凶手另有其人。10年前，徐伯钧与罗督军争夺上海的控制权。罗督军因为辎重被劫了，他想退守穆家码头运送弹药，但是穆家一直与徐伯钧交好，所以不肯借码头给他用。军情紧急，罗督军便派人假冒绑匪，绑架了穆元航，并将他关在了码头的仓库里。
罗督军以解救穆少爷为由，派兵占领了码头。当时穆志远在外地运货，萧夫人也是救子心切，所以便答应了他，让他用穆家的码头来运弹药。包围整个码头！也就在那个时候，崔连凤来找了我。他说肚子里怀了我的骨肉，说只要我能够帮着把穆少爷灭口了，那穆婉婷就可以回到穆家。如果将来他生下来的是男孩子的话，变成了穆家财产的唯一继承人。我当时虽然答应了他，可我心里真的很犹豫。谁知道，没等我下手，徐伯钧就动用火炮，开始轰炸码头了。然后把穆少爷藏身的那个码头给轰平了。穆少爷也当场身亡了。徐伯钧的副官徐远来找我，他说罗督军经此一战，已经失去了势力。罗督军现在大势已去，只要你一口咬定穆远航的死就是他罗督军所为，我们徐督军一定会保你荣华富贵。你可得想清楚了。我当时昏了头，也没有别的办法，所以就答应了。在徐伯钧的授意下，我趁乱进入了已经被炸毁的仓库，找到了穆远航的尸首，并且在他的胸口又补了2枪。而且我把他的手表向后拨了2个小时。罗督军战败退兵，徐伯钧终于占领了上海，双方因为穆少爷的死而纠缠不清，对簿公堂。穆少爷尸体被炸得已经是面目全非了，而且当时没有什么目击证人，案子一度陷入了僵局。后来京市警察厅在穆少爷的身上发现了2处弹孔，法医鉴定死亡的时间是下午1点钟，而穆少爷的手表却是因为轰炸停在了下午3点钟。警察厅因此判断，轰炸是穆少爷死亡后2小时以后发生的。最后这件案子被判为罗督军撕票在先，徐伯钧轰炸码头在后。罗督军也因为撕票杀人而罪名得到了落实，失去了他在北京政府的所有头衔，而他的官职也都被徐伯钧给代替了。徐伯钧也知道，如果你母亲帮助罗督军运来了弹药，那胜负就变得未尝可知了。成王败寇，一念之差，所以他抓住罗督军弹尽粮绝的机会，选择了舍弃你哥哥的性命。婉清，我这儿虽然还有一个证物，但是我们今天不看了。看，关于我哥哥的证我都要看。你们看到的这段影像是一个外国记者在仓库对面拍黄浦江的时候留下的，他刚好记录了徐伯钧轰炸仓库时的情景。当时我怕节外生枝，所以就出钱把这段胶卷买了下来。
这也让我无意之中保存了一份重要的证据。穆远航死亡的时间是下午1点钟，而他的手表却停摆在3点钟，是被我调后了2小时。法院也正是基于这一点，所以判定穆远航是在徐伯钧轰炸之前就被人撕票杀害了。但是现在这段胶卷刚好记录下了徐伯钧轰炸仓库的时候，日本的旅游船山东丸号正好赶上进港。我也调查过了，这个山东丸号它是固定从青岛到上海的航线，10多年从来没有变过，基本上都是下午1点钟左右到达上海。这也可以充分证明穆远航死亡的时间，徐伯钧他正在轰炸仓库。这份胶卷被你保存在租界银行的保险箱内10年，你应该知道它的分量。那你为什么自己宁愿去死，也不把它拿出来威胁徐伯钧，保住自己的命呢？这一点，也正是我想提醒你的。你不要以为有了这份证据，你就可以扳倒徐伯钧。我告诉你，就凭你一个上海司令的身份，你做不到的。那如果我说我能做到，你敢不敢站出来指证徐伯钧？玄莲，没事。犹豫什么呢？徐伯钧还不知道穆婉婷没死呢。只要徐伯钧在位1天，穆婉婷就只能漂泊在外。如果扳倒了徐伯钧，这儿就是我的地盘了。那穆婉婷还有可能回来。你难道不想再见到她吗？好，我可以答应你。反正我已经是死过1次的人了，我出庭作证。这10年来，他手上一直沾着我哥哥的血。他是怎么做到和我爸爸做朋友的？婉清，在徐伯钧眼里，所有人都是可以被利用的棋子。他跟你爸爸交好，只不过是贪图穆家的财力。他就是个畜生。我知道这件事情对你影响很大，我才一直犹豫要不要告诉你。谢谢你。如果不是你，我都不会知道真相。傻瓜，我不仅要让你知道真相，我还会替你讨回公道。可他是徐伯钧啊，你这是鸡蛋碰石头。我哪一场仗不是险中求胜？这一次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吧？可如果你真的这么有把握，你为什么不告诉他我们的关系？我是怕徐伯钧起疑心。你更怕万一敌不过徐伯钧，会牵连到我，会牵连到穆家。如果赢了，你就正式向我家提亲；如果输了，你就一个人承担，让我全身而退。婉清，
我和他之间终有一战，所以即便没有你哥哥的事情，我们都不可能维持下去的。所以不管我反与不反，他早晚都会对我下手的。所以你说的一辈子，是赢了才有一辈子，输了就没有了，对吗？如果这输赢要拿你的命去换，我宁愿不要。傻瓜，你放心，我一定会搬到徐伯爵，我也一定会向穆家提亲。说好了一辈子，一天都不会少，啊！Cheers。洪琛约我打球不奇怪，但是少君，你向来不喜欢这些，这一次怎么也跟着他来了？你住院期间，北京都闹翻了。咱们的几位副帅本来说好要建立5省联军，但是徐伯父捏着穆家的军饷不放。现在的5省联军是貌合神离，眼看着革命军就要过长江了，咱们还是一盘散沙。你是不是要我劝劝我副帅？可以吗？你是不是也劝不动我们家老爷子呀？算了，今天呀，我们不聊国家大事。我约你们出来呢，也是为了庆祝你出院的。军饷的事，就让老爷子们操心去吧。来。婉清，你回来了。你怎么了？啊，没事，今天有点累了。啊，你这么晚回来，我有点担心。以后加班我陪你。哦，不用。明天早上上班你不用等我了，我自己去。我先上去睡了。光耀哥哥，原谅我，我实在不知该如何面对你。卖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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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福生的船到了吗？没有啊，他们的泊位还取消了。我刚刚打电话问过，福生的老板跟我说，现在有人愿意以咱们7成的价格给他们供货，所以他们把咱们的订货单给取消了。还有啊，中午咱们有2个纱厂，要到约定的供货商那里取棉花，可是
却被告知棉花已经被人高价买走了，买主给的价格比咱们高出了3成。现在除非是咱们也提高收购价格，否则那些供货商他宁愿是赔咱们违约金，那也不会给咱们供货的。高价买入，低价售出，什么人会做这种赔本的买卖？老爷，我听说是日本的商会接洽的。日本商会？日本人不是在青岛做生意吗？怎么也跑上海来了？他们想到上海来做生意，连个招呼也不打，现在还这么高买低卖的，这不摆明了是坏规矩吗？他们恐怕不只是坏规矩，他们是想吃独食，把对手斩尽杀绝。爸。婉晴，我听穆管家都说了，我有一个办法，我觉得可以试一试。好，说说你的法子。现在日本人高买低卖，想抢我们的生意。依我看，我们不如放弃棉纱贸易，把生意都让给他们。你的意思是以退为进？是。如果我们放弃棉纱贸易，那我们的客户自然会去找价格最低的棉纱。那如果他们都买日本人的棉纱，那他们这高进低卖的把戏还能玩多久？就算是金山银山，也耗尽了呀。问题是我们的工厂得停工啊，工厂停工的损失那可是巨大的。我们用不着停工，我们只是把生产出来的棉纱先囤积起来，等他们的钱花完了，棉纱供应不上来了，我们就马上占领市场，反败为胜。是个不错的办法，可唯一的风险是，我们不知道日本人能够撑多久啊。我相信他们撑不了多久，像他们这样烧钱占市场，肯定会节省一切内部开支，那必定会克扣工人的工钱。之前在天津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工人们引发了罢工，但天津是日租界，所以日本军队给平息下来了。但是在上海就不一样了，在上海他们根本就无能为力。婉晴，看不出来，你还是一块经商的好材料。发薪水了，发薪水了！快来拿薪水啊！都有，别抢，都有。对呀，怎么少10块啊？是啊，怎么就20？应该是30，怎么就给我们20啊？刘管事，我们钱怎么少了？我们说好的团契上的工资是30块，怎么就给我们发了20啊？给你的就拿着，就是哪那么多废话？每一块钱都有我们自己的用处，你少给我们10块钱，你说这10块钱是不是让你给我们扣了？你少给我胡搅蛮缠啊！嫌少啊？嫌少你别干！刘管事，就看你给我这么说的，这公司商量好多少钱就是多少钱，哪能你想给我们发多少就发多少呢？就是啊，都给我干活去，不想拿钱了，干什么？你想干什么？你到底想干什么？说清楚，你是干什么的啊？开酒！工人们都已经罢工3天了，连仓库都被工人们锁了，棉纱交易根本就无法进行。之前因为木家纱厂停工，我们还临时接了很多单子，根本就没法交货。现在很多买主向我们打电话催货，有的还让我们补偿损失呢。穆家现在
是以退为进，想给我们个下马威。会長、今どうしましょうか？帮我约一下穆志远，他这么做无非是想逼我们让步。既然如此，我想看看他的条件是什么。はい。婉清啊，爸，您找我。快来，婉清，坐。婉清，你判断的不错，日本人果然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他们垮得比我想象的还快，可见对工人的剥削到了什么程度。真是多行不义必自毙。婉清，你没做过生意，怎么会知道这些呢？我之前在日本就学完了经济学，后来又在东京的期货交易所实习过，所以像他们这种急功近利的手段，我见得太多了。不管是什么样的生意，要是忘了买卖的本质是赚钱，不愿意稳扎稳打的经营，那失败是早晚的事情。你才20岁，就修完了大学的全部课程。我是16岁的时候被大学特招的。婉清，这些事情为什么没告诉爸爸呢？我以前总觉得自己是寄人篱下，就不太好意思开口。来，婉清，坐过来。婉清，你是爸爸的女儿，怎么会是寄人篱下呢？爸爸知道，这些年前你和妈妈的态度，可这个世界上没有买后悔药的。爸爸现在的身体是一天不如一天了，你是爸爸唯一的亲人。爸爸希望你能够帮穆家打理生意，穆家的将来全靠你了。爸，你也操劳大半辈子了，我这个做女儿的也是时候分担了。爸爸知道你是个好孩子，可如果要是帮爸爸打理生意，要不要和光耀先通个气？你毕竟是光耀的私人秘书。我觉得我要是接手了穆家的生意，还是辞去秘书的职位比较好。为什么？现在上海主事的是谭司令，爸你也知道，徐督军一直对谭司令有防备，派光耀哥去当督办也是为了盯着他。那如果我接手了穆家的生意，难免会和谭司令经常打交道，我怕引起督军府的猜疑。这样的话，倒是让你两头为难了。所以不如我主动辞职，置身于他们的纷争之外。做生意嘛，就得不偏不倚。不愧是爸爸的好女儿啊，爸爸都没想到这一层。我身上流着爸爸的血，当然是跟您学的呀。哦，那爸，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做？想必日本商会的那个山下会长，现在正在往工部局我的办公室里打电话呢。爸爸留在家里呢，就是不想接他的电话。看来爸爸是已经有主意了。婉清，如果让你来决定，你会怎么做？现在日本的交易量这么大，但是他们克扣工人，闹出了人命。如果我们现在能给出一个公道的薪水，那谁还会去他们那儿工作？他们没有人可以用，又怎么跟我们竞争呢？兵法上说，锐气务工，击其惰归。在他们锋芒毕露的时候，避其锋芒，但现在他们出了事，我们必须一举击垮。真是爸爸的好女儿啊，和爸爸想到一起了。那不如我们现在就去日本商会大楼，给他们最后一击。走。
和穆志远约好了吗？他不在办公室，没有人接电话。那他能在哪儿呢？穆老板怎么来了？开酒，你得给他在。穆老板，你不会是来劝我们的吧？是，没错，我确实是来劝你们的。穆老板，你可什么都别说了。这些日本人要是不把杀人凶手交出来，不道歉赔偿，我们是肯定不会走的。对，赔偿！这位大哥，你先别着急，我爸爸是来劝你们的，但我爸爸是来劝大家加入我们穆家纱厂的。我听说穆家纱厂早就没生意了，生意早让人抢光了。各位，只要你们敢来，我保证每个月给你们30块大洋的薪水。穆小姐，你该不会是骗我们的吧？只要大家信得过我，就来我们穆家棉纱总厂签团契。我穆晚清白纸黑字保证每个月30块。就算棉纱市场不景气，我们还有仓库，还有码头，还有船运公司可以养你们。好，穆小姐，那我们死难的兄弟怎么办？他们日本商会就要逃离罪责吗？这位大哥是个汉子，讲义气。我穆晚清也是个讲义气的人。只要你们签了团契，就是我穆家的人。爸爸会以华商总会的名义和日本商会进行交涉。一定会还你们一个公道。看来穆志远这次是不会给我们留余地了。他以为拉拢几个工人，我们就无计可施了吗？会長の意味は？现在我们的洋纱在沪上经营得很好，沪上很多大佬都想入股赚一笔。我就不信，谭玄林这个新任的上海司令，竟然不动心。可他毕竟是江城谭家的人，那当年的事情，没关系。中国有句话，叫有钱能使鬼推磨。我想会会他，探探他的口风。晚清，你真的想好了吗？想当初我们也是费力翻波折才来这儿上的班，这段时间我们配合的也很好。我真的想不明白，为什么你要辞职？光耀哥，谢谢这段时间这么照顾我，但现在家里不是发生了巨变吗？爸爸希望我能打理穆家的产业，我这个做女儿的也该尽孝了。晚清，我怎么觉得这2天你对我的态度好像不太一样？是不是因为在医院我对你说的话，让你觉得不舒服了？当然不是啊，但我已经想好了，你就不用再劝我了。我家的老宅子也快修好了，现在你又辞职，我以后是不是很难见到你了？我们这不是各自都在忙各自的事情吗？没有天天见面很正常。好吧，看来你心意已定，那就听你的。只是以后碰到事情，可千万不要忘记我这个哥哥，好吗？好，那我先走了，爸爸还在等我。
我的亲哥哥，10年前死于你父亲之手，而你却像亲哥哥一样对待我。我不想让仇恨伤害到你，光耀哥，对不起，我只能选择离开。我谭某和日本商会素无来往，不知道这次所为何事啊？谭司令，我们日本商会在中国是代表所有日本商人的利益，一向以和为贵，恪守生意人的本分，从来没有做过伤天害理的事情。伤天害理的事？谁说你们做伤天害理的事？这是诽谤，你可以告他们的。既然谭司令也认为我们是守规矩的，那不知谭司令对近日我们与穆家的风波如何看待啊？我呀是个行伍之人，不懂生意。谭司令，有时候旁观者清，我想请您给评评理。但说无妨。我们的洋沙又好又便宜，市场销路很好，这确实影响了一些土沙厂的经营。但是做生意嘛，就是大浪淘沙，要想不被市场淘汰，就要不断进步，与市场保持一致。你说对吗？有道理。但是穆家却不肯改良自己的技术，恶意与我们竞争，煽动工人闹事，扰乱市场的价格，挖我们的墙角。即便穆家是上海的大亨，我们是外来的，但是市场是平等的。如此排外，恶意搞垮物美价廉的洋沙厂，这是让上海所有的老百姓都得不到实惠啊！穆家这次做的确实过了，但是山下先生，这棉纱的生意呢，我不太懂，而且不归我们司令部管，所以我也是爱莫能助啊。谭司令，我此次来找您，是有一笔生意想和您一块儿做。山下先生，你有什么生意可以跟我做啊？不瞒您说，此次办洋纱厂，沪上很多大佬都已经入了股的，但是穆家坏了规矩，洋纱厂现在办不成了。但是我不能失信。我想从青岛运洋纱到上海来售卖，算起成本，要比自己建纱厂还划算。但是这上海毕竟是谭司令的地盘，所有港口码头都由谭司令的民团把守。我想请谭司令开个绿灯，让我们畅通无阻。当然，我自然不会亏待你的。你的意思是，只要我让你们把货运到上海，我就有钱赚，对吗？谭司令果然是聪明人，一点就透。好，这有钱不赚是傻子。你尽管运，你运得越多，我就赚得越多。以后你就是我的财神爷了。谭司令，合作愉快。合作愉快。哎，慢点啊！啊，好。山下先生，司令让我们过来帮您卸货。长官，这一车的货我们已经快装完了，就不麻烦你们了。啊，原来你们只有2车货呀！哎呀，司令还特意让我们腾了一个大仓库过来给您放货呢。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可能连个角落也放不满。嗨，这只是我们的第一批货，小试牛刀，我们还会增加的。谭司令的大仓库对我们是非常的有用的。行，
那如果以后有需要，你就招呼我，我带兄弟们过来帮忙。替我谢谢谭司令，也谢谢你这位小长官了。山下先生，那我们先走了。来马齐了。安倩，爸，还没睡啊？不还是沙场的事吗？算了，太晚了，早点回去睡觉。怎么抽了这么多烟啊？他们的沙场不是办不成了吗？咱们挖了山下纯一的墙角，让他们的工厂不能生产。他们呢，就利用日本商会从青岛进了大批的劣质洋纱。咱们的棉纱要想卖出去，就得和他们一个价。之前咱们答应工人月薪30块不变，每卖出一批亏2块大洋。如果是短期维持，没有问题；要长此以往，会把咱们穆家给拖垮的。如果不让山下纯一从青岛运洋纱，事情不就迎刃而解了？他们是正常渠道进来的，又不违法，我们有什么办法？如果我们请谭司令出马呢？事情是不是就能解决？你知道这个事情，你不告诉我？我是知道啊。用山下会长的话说，我还是大股东呢。听说这洋纱销路特别好，我能大赚一笔。你从来都是不按常理出牌的人，你又在搞什么名堂？我这是为了帮你啊！正所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你要相信我，我这可是身在曹营，心在汉。那以后关系到我穆家的事情，你能不能和我商量一下？你不会生我气了吧？那你准备怎么对付山下纯一啊？你听，这会儿他正在骂我呢。他那个人诡计多端，知道你使坏，肯定还背有一手，你要小心一点啊。放心吧，我的穆大小姐，来，放心吧，我心里有数。过来，好，帮着啊！这绑紧了吗？肖长官，今天我们的会长特意加派了人手，这一船的货很快就装完了，就不麻烦你们了。来，接着。你们这是做什么？谁允许你们在码头卸货的？有通行证吗？通行证？这是谭司令亲口答应的货，谭司令不是都把仓库准备好了吗？这怎么还需要通行证呢？仓库是准备好了，但是从码头到仓库的这段路需要通行证。没有啊？那不好意思了。把所有的货全部扣下，拉回司令部。哎，等一下，等一下，小兄弟，我们可是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从码头到仓库还需要通行证的。那你今天就见识见识吧。这个是谭司令的货，谭司令是有股份的，难道你们就不需要请示一下吗？谭司令更应该以身作则，照章办事。拉走！哎，小兄弟，你这不能说扣就扣啊！这可是谭司令亲口允许的呀。那你去找谭司令啊，谁答应你的，你找谁啊？你跟我说不着。走。司令，山下先生到了。哎呀，山下先生，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请坐，请坐。谭司令，我刚刚运到码头的一船棉纱被你的手下给扣了，说是从码头到仓库要办通行证。我之前怎么从来没有听过有这个说法？山下先生，实在不好意思，这个我之前没跟您说，现在办也来得及的。怎么个办法？简单，这个一车一证，一证5000大洋。谭司令，你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吧？你看我像开玩笑的样子吗？你的吃相，未免是不是有些太难看了？哎呀，山下先生，之前说过的，我只要让你们把货运到上海，就给我钱啊。没错，我是说过，但是首先你得让我赚钱。如果我赔了钱，我怎么给你分红？你一车收我5000块，你作为股东，怎么会分到钱呢？山下先生，我这么跟你说吧，我呢就是一马匪出身，不懂经商的，我就是想赚快钱。你说我就是怕你啊，这会出现问题，所以我才想了这么个办法。我是觉得，你们每运一船棉纱，就把该给我的钱给我，之后不管你们卖不卖得出去，就跟我没什么关系了。我赚的是旱涝保收的钱啊。谭司令，你这么做未免也太霸道了。我们日本商会在中国经营多年，政商界的大佬也合作过不少，还从来没有遇到过你这样提出要求。他们不敢提，我就不能提了吗？那山下先生既然这么看重他们，为什么还要来找我呀？谭司令，我看啊，你并不是真心想与我们合作，而是想趁机讹诈。哎呀，山下先生，我收你的钱是有道理的。你想想啊，你们的船每天都要停靠在这16铺码头，那这棉纱装货卸货，那灰尘满天，弄得我这个码头都是乌烟瘴气的。还有，你们那个船是烧煤的，那弄得我这黄浦江都浑得不行了。我收你点钱不过分吧？这样，我们各退一步。我们答应办通行证，一车500块，如何？山下先生，这个价钱不是这么看的，你打发叫花子呢？我知道你们日本人有的是钱，你们那商会大楼盖的比我们这司令部可高级多了，这点钱小意思。哼，我们即便有钱，也不能成为被你敲诈勒索的对象。谭司令贵为上海司令，应该明白这个道理吧？我当然明白，我就是按规矩办的事，这就是我的规矩啊。好，我明白了。原来谭司令表面上与我们合作，实际上和穆家是一头的。哎，山下先生，谁给我钱，我跟谁一头。你只要每车给我5000大洋，我立马跟你一头。你就不怕我向北京政府提出抗议吗？去吧，反正他们也不管我，我也没办法呀。要是我不出这笔钱呢？哎呀，不出这个钱，好办，你来多少我扣多少。我部队人多，需要用到棉纱的地方也多的是。再不行，我还可以卖出去，换点军饷，里外都不吃亏呀。好，那我们就看一看，最后到底是谁吃亏。再会。哎，山下先生，慢走啊！司令，我看您把山下先生气得够呛。哼，我这是给他留着面子呢。这要是闹得太大，不太好收场，不然我今天能给他气死在这儿。要说气人的功夫，那您是1等1的。
抓住他，抓起来！放我们走！否则我就开枪了！全都绑起来！是。老实点！你们还不救活吗？这些棉纱很快就会烧起来，把木匠沙场烧成废墟。你们留在这里，也要一起陪着。死他妈了，可他妈嘞！做什么春秋大梦？你也不看看，我都快灭了。我有骨头的，阿丽丽。司令知道你们憋着坏，就等着你们来呢。带走，走。太玄林，看着，伊玛都西莫修卡，一个小小的上海司令，竟然敢这么嚣张，自然有人会治他的。哎，先上去来。上夜奇才，一定要把记录好。长得漂亮，又厉害，真是没想到。上夜奇才啊！是啊，就是釜底抽薪，重创日本商会。对，干得漂亮。干得好啊！穆公早，穆公，今早例会。各位老板来的早安，穆公，报纸我们都看了，令爱可真是生业奇才呀！啊，他将工人都招揽到咱们穆家工厂，使得日纱厂不得不停工。哎呀，这招真是太妙了！是啊，当初日本人把棉纱运到上海，低价竞争，而穆家没有惊慌，依然有序生产。现在日本棉纱缺货，我们又有库存，迅速占领市场。看来令爱是早有谋划呀！厉害，厉害！当然，还有穆先生坐镇啊。难道我还能和自己的孩子抢功不成？孩子大了，能替我分忧，我高兴还来不及呢。哎呀，穆好福气呀！好女儿啊！唉。司令，您这是又让穆小姐出了一回大风头，连洋人的报纸都夸她是商业奇才呢。那是，也不看看她背后的男人是谁。哎，这穆小姐还真是不一般啊！一个女孩子家能看出这么多门道来。哼，这女孩子毕竟是女孩子，跟我比可能还差点，但是她有一点不得不说，她选男人的眼光真的厉害。哎，什么意思啊？不懂规矩。安强，这次和日本商会的较量，多亏了你的主意，穆家才没有被击垮。你有经商之才，爸爸很是欣慰。我们穆家后继有人了，爸爸想让你独挑大梁，历练历练。爸，您的意思是？我想逐步把穆家的生意交给你管理，等时机成熟了，再全部交给你。那您呢？家里发生变故以来，爸爸的身体一直不济，整夜都不能入睡。我想到法源寺去吃斋念佛，调养一下身体，也让自己的心情平静平静。你是经商之才，爸爸看得出来，尤其是这次和日本商会的较量中，你目光如炬，胸有韬略，把穆家交给你，爸爸放心。爸，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我会守好我们穆家的产业。徐督军，谭玄林为了穆家，竟然敢坑我们日本商会，这在历任的上海司令当中，可是头一回。你就不担心谭玄林与穆家越走越近，脱离了督军府的掣肘，将上海占为己有吗？山下先生提醒的是，这谭玄林确实不可小觑。他先是抓住了我们的把柄，成立了民团，现在又和穆家好的穿一条裤子。要是再这样下去，这上海就真成了谭家的地盘。徐督军，10年前若不是我们出手相助，恐怕你也没有那么容易战胜罗督军，一举上位。当然，您事后也给了我们丰厚的回报，奠定了我们日本商会这10几年发展的基础。这些年虽然我们没有合作联系，但是我们日本商会和徐督军督军府可是休戚相关的。哈，当年的事情，徐伯君一直十分感激。世人都以为我今日今时的地位是靠穆家的财力支持，但我心里清楚，山下先生当年鼎力相助才是关键。我相信徐督军是个念旧感恩之人。这个谭玄林，说起来也是您的弟子。他如此这般刁难我们，俨然以上海王自居。这样下去，恐怕上海老百姓只知道有谭玄林，而不知道有督军府了。山下先生放心，你们的货物督军府如数赔偿。你们日本商会今后在生意上有用得着我出面的话，督军府一定鼎力相助。至于谭玄林，我必须先消其羽翼，然后斩断他与穆家的关系，方可动手。留着谭玄林，无异于养虎为患。这我心里有数，山下先生请放心。好，既然徐督军心中有数，那我就先告辞了。进来。是。上海的老宅子修好了吗？已经差不多了，等打扫完毕之后就可以入住。到时候举行个落成仪式，我亲自主持，请木工和沪上那些老板都来参加。督军，不过是装修个老房子，为何会办得如此隆重啊？谭玄林替穆家出面，搅黄了山下先生的洋纱生意。谭玄林这小子为了穆家，竟然敢得罪日本人。是啊，看来光耀住院的这段时间，谭玄林没少给穆家套近乎。可是我最近听说穆公身体不适，穆家的上上下下都是由穆小姐打理，而且穆小姐跟咱们少帅青梅竹马，肯定会站在咱们这边。想必谭玄林这小子是有心讨好，剃头的挑子一头热。多派些人手，暗中盯着谭玄林，有什么随时向我汇报。该是向穆公提起两家儿女亲事的时候了。当时联姻被谭玄林搅了局，这一次借老宅子落成仪式的机会，我亲自向穆公提亲。是。唉，这人也见不到，这夜宵也吃不着。怎么了，司令？想吃宵夜了？我给你买去。有事儿说，没事儿滚。有事儿。廖先生来了。谭司令，我就开门见山了。庆功宴之后，我来找过你，提醒你刺客并非革命党所派，可为什么在结案的时候，你还是把这笔账算在了革命党头上？六叔，因为当时一时没查明真相，也没有真相的线索，所以是没查明白，还是不愿查？
我明白，你一个人在上海无根无基，倘若遣散军队，便会任人鱼肉。你千方百计的想要保住军队，这也是人之常情。可是这么一来，租界里的洋行都视广东商人为洪水猛兽。我这次来沪，几个熟悉的洋行都不肯卖西药给我。我多方打听才知道，原来是总董事费安顿认为是革命军想要迫害约瑟夫，所以示意所有的洋行不要跟广东商人交易，避免物资落入革命党手中。谭司令，你说，是不是你搅黄了我的生意啊？所以廖叔，您做的是西药生意啊？你也知道，当年我在你父亲手下当的是军医，所以西药生意也算是老本行。辛亥革命时，您进入我夫军中，由马匪武装成为一方镇守使，所以您的老本行应该是革命。谭司令怀疑我是革命党。廖叔，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吧。当年，您为我们谭家军仗义直言，对我也是多有照顾。所以，即便您是革命党，我也不会抓您。廖叔，您想要什么？没错，我确实为革命军做事。现在我军正在跟徐伯军交战，急需阿司匹林跟奎宁。廖叔，这些都是管制药物，如果被人发现，我会背上通敌的罪名。其实上次我来找你的时候，就想告诉你，你们谭家除了你以外，都死于军阀混战。你一个15岁的孩子，带着几千人靠冲锋陷阵讨生活。那许伯钧、罗炳文，可曾对你有过一丝的怜悯？我不需要他们的怜悯，我自己的我可以拿回来。那你有没有想过，你想要的到底是什么？我相信凭你的实力，有朝一日取代徐伯钧也不是不可能。可取代了之后又如何呢？你方唱罢我登场，踩着黎民百姓的鲜血尸骨爬到高位，然后等着被下一场的血雨腥风再掀翻。那你这个谭督军和徐督军、罗督军又有什么区别呢？对，廖叔，你说的对。但是我又能怎么样呢？我为了我的兄弟们争一个好前程，我有错吗？我还是没明白，您到底要什么？我只想为天下人争一个好世道。现在革命军在前线浴血奋战，为的不是自己，是为了把百姓从军阀混战的轮回中拯救出来。可他们现在因为没有西药，受了伤只能等死。谭司令，你为了保住你的军队耍些手段，这无可厚非。可是你却断了我前方千万将士的生路啊！玄林呐，为众人实心者，不可使其暴毙于风雪。
经分开6天10个小时了，我想死你了。哪有那么久？而且我还给你打了电话。那不行，打电话又听得见摸不到的，还不如不打。那这是你说的哦，我以后就不给你打电话了。反正我每天都很忙，根本就管不到你。别，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开玩笑的，我巴不得天天都见到你。但是就像你说的呀，我们现在在紧要关头，为了扳倒徐伯钧，我们必须要忍耐。是啊，我真希望这一天能赶紧到来，这样我就可以光明正大的把你娶进门，不用这么偷偷摸摸的了。你今天为什么会来这里见我啊？哦，我是要去工部局，你们华商总会离这儿也不远，而且这里是租界，所以徐伯钧的眼线根本进不来。去工部局？民团出什么事了？啊，没有，我去找费恩顿，让他给我介绍几个西药厂商，去买点西药。买西药？你明明知道我爸爸就是卖西药的，为什么不找我？没有，就是看你最近太忙了，不想麻烦你。你麻烦我不是应该的吗？是。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没有啊，没有。那你告诉我你要买什么药？阿司匹林和奎宁。阿司匹林和奎宁，这2种药都是管制药品，而且是前线作战部队常用的。你要给谁买啊？一个朋友。南边的朋友。你怎么猜到的？奎宁治疟疾，而疟疾是天气热的地方才有的传染病。婉清，我不瞒你了，我卖这些药品是为了给我一个故人的。他虽然在为南边做事，但他曾有恩于我，我必须报答他。有恩必须要报，这个药我来帮你买。好。好了，那公司还有很多事情，我就先走了。哎，别啊，这么快就走了？我还没报够呢。我们刚才不是才报过吗？你现在又不在司令部上班，我又见不到你，你也不管我。那我怎么样才算管你呢？那廖先生，药都已经准备好了，阿司匹林和奎宁各10箱，明天就可以运走。不安全吗？安全，放心吧，司令亲自去验货，不会有问题的。来。
这是样品，你先验货，东西明天就到，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你放心，只要货没有问题，谭司令的钱是不会少给你的。少帅，督军绝密电报。少帅，发生什么事了？副帅说，谭玄龄通敌，不仅与革命军有往来，还帮他们买管制药品。这么说来，司令部庆功宴晚上那2个革命党刺客，说不定还真跟谭司令有关系。督军一直让我们抓谭司令的把柄，这个时候就是最好的时机。副帅说，探子已经查到，他们明天在外滩码头交接，要我带着宪兵去抓现行。督军这是为了把功劳留给您，一旦谭玄龄被抓到了把柄，他这上海司令也当不成了，到头来这位子还不是您的。看来副帅并不信任我，一直派着探子盯着谭玄龄。少帅，谭玄龄这个人向来狡诈，督军这么做也是有备无患啊。幸亏我们院长及时给您做了开胸手术，止住了出血点，再加上谭司令亲自给您输血，才把您从鬼门关上拉了回来。谭司令给我输血了？对啊，输了600毫升呢。进来。哎，关小兄，还没走啊？我家的老宅修缮好了，刚才光顾着和徐成对宾客名单了，忘了时间。谭司令这么晚了还没有休息啊？公务这么忙？嗨，什么公务不公务的？我这儿没有家，所以吃住啊都在司令部，不像你财大气粗的。听说你们家那老宅占地足足10几亩啊，而且还引了这个黄浦江的水，修了荷花池。落成了，一定要请我去啊！那是自然。哦，对了，谭司令明天有事吗？明天？哦，明天我要出去一趟。怎么，你有事儿啊？哦，没什么。本来想邀请你帮我参谋参谋，这个宾客名单到底适不适合？不，这个不行，这个督军府的排场我参谋不了。那希望老宅落成一事，谭司令可不要缺席啊！一定捧场。你还有事儿吗？我没事。司令，徐督办这么晚来找你，这到底是要干嘛呀？他这是心软了。如果他不是徐伯钧的儿子，或许我们能成为好兄弟。
老夫，帮我谢谢谭司令。司令让我代他谢谢您，说您帮了他的大忙。快点啊！仕途凶险，还望谭司令多多珍重，帮我转告他，无论他的身份如何变化，我永远是他的朋友。让一下，我代司令谢谢您。慢点啊！走，回商会。少帅，不是药品，是枪。天津机器局隶属于裴督军，专供于裴家军队。他们的枪为什么在你这儿？既然知道是裴家的产业，那您管的是不是太宽了？你是裴家的人，是裴督军让你们走私军火的。你们要把军火卖给谁？如果是卖给革命军，那就是通敌。少帅，钱包都搜遍了，没有任何身份证明文件，只有几张月票和沪票零钱。你做了假身份、假简历，并且把你的月票换成了银元和沪票，为的就是方便能够在上海使用。但是，你还留了一点月票的原因，是因为等事情结束之后，坐火车回广州，到时候你会需要月票零钱坐黄包车，银元找不开，沪票也用不到。你们往返于上海和天津，留着月票做什么？我有理由怀疑，你们去过广州。如果你不把原因交代清楚，那我就只好把你们关起来慢慢查。到时候查出什么，连累了你们裴督军，你自己看着办。徐少帅，我能和您单独谈谈吗？你是说，这批货是谭司令跟你订的？是。谭司令说，督军府的军饷总是不能足额交付，导致民团的士兵尚不能做到人人有枪，所以私底下在我们这边订购了一批枪支。这么说，你是天津机器局的人？没错。徐少帅，您和我们裴少帅也是至交好友。应该知道徐督军私扣军饷之事。裴督军为了弥补缺口，才责成我们机械局贩卖军火。如今，各地政府开支巨大，我们暗中交易也是为了避开高额税费。但是，我们只与各个督军府管辖的军队做生意，从来没有接触过革命军。既然如此，为何你们身上背着月票？人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贩卖军火的生意，毕竟不是光明正大的。我们身上带着月票，即使被抓，也不会想到机器局头上。你为何要告诉我这些？徐督军与裴督军现在共同掌权，您与裴少帅又是好友，我给您说明缘由，是省得大水冲了龙王庙，引起不必要的误会。那身上带月票，是你想的？小的哪有这等心思，是督军府嘱咐的。
督军啊，查的怎么样了？少帅说，谭玄林私自向天津机器局购买了枪支，因为涉及到裴家军火，所以少帅把事情压下来了。谭玄林现在买枪，肯定是声东击西，他是在混淆视线。属下继续派人盯着，我就不相信他露不出狐狸尾巴来。还有啊，抓紧时间筹备老宅的落成仪式。光耀和穆家的婚事要赶紧定下来。是。司令，这是徐督办交给你的。他有说别的吗？什么都没说，就说请您去参加徐家老宅的落成仪式。哎，那个廖先生安全离开了吗？放心，穆小姐亲自安排的。司令，您这么故意的去买走私军火，掩护那批药品，您就不怕引火烧身啊？我就是要烧这把火。前段时间，有个人给我介绍了一批走私军火的人，我去跟他们谈生意的时候，偶尔发现，这帮人身上也有月票。后来跟其中的一个人混熟了，他告诉我，现在啊，各督军府谈革命党色变，万一走私被抓，就直接推到革命党头上。我问他是怎么想出这个办法的，他跟我说，2个月前有人试过，所以他们的老板才让大伙效仿。我算了一下时间，2个月前正是庆功宴徐光耀被刺的时候。这伙人什么来路？我侧面打听了一下，这帮人呢，跟天津机器局有关，而且从这帮人的行事作风来看，颇有军人的作风，所以我判断，这一定跟裴勋有关。裴勋，如果是他派刺客刺杀徐光耀的话，那可就有意思了。这个徐光耀是个真君子，只可惜生错了时代，这世道配不上的。督军，哦，你怎么站在这里啊？也不怕着凉啊？父亲舟车劳顿，儿子当然应该出来迎接。知道你孝顺啊。谭玄林是否通敌一案，你就不用再查了，我派别人去查。是儿子办事不力，请父亲责罚。哎呀，责罚倒不必了，不过这次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征求你的同意。父亲有什么事需要征求儿子的同意？我先看看啊。这几块太湖石都是从宜兴新运过来的，池塘的水也都疏浚了，引了黄浦江的活水进来，养了您最喜欢的睡莲，还有锦鲤。鱼戏莲叶间，倒也不失为一景。看起来费了不少心思啊，修得不错。父亲喜欢就好。对了，父亲，有什么事需要和儿子商量吗？啊，来，咱们坐下再说。好啊。儿子，你年纪不小了，我们徐家人丁不旺，只有你这一个单根独苗，是时候考虑你的婚姻大事了。父亲怎么会突然想起我的婚姻大事？现在南边战局未定，我确实没有心思考虑这个。你没心思，那就由我替你考虑。父亲，你觉得婉清这个姑娘怎么样？父亲，是想向穆家提亲吗？我跟穆公早有联姻之意，现在穆公将产业交给婉清，婉清一个女孩子独立支撑家业颇为不易。如果有督军辅佐靠山，对她对我们都有好处。不过，
不知道你是否对他有意，所以想来问问你的想法。婉清秀外慧中，又与我是青梅竹马，我自然是喜欢。不过什么？不过我私下有跟他表达过好感，但他没有给我回应。儿子，这婚姻大事向来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哪有私相授受的道理？况且婉清是千金小姐，不是平民百姓家的野丫头，你这样私下示好，太过于轻浮，应该由家里正式提亲才对。怪不得这几天他对我有点生分，原来是怪我对他唐突了。莫急，落成仪式上，我把穆家的所有人都请过来，你的婚事我向穆公提起。你能替婉清不顾生死的去挡枪，我就不相信穆公他会不答应这门亲事。谢谢父亲。好，环境挺好的，真大啊！多谢多谢啊！好，徐督办，恭喜啊！欢迎欢迎，好，里边请。穆公，听说近日身体不适，在法源寺吃斋念佛，不知身体好些了吗？身体倒是无恙，求个安心罢了。只是把这么重的担子甩给了婉清，这孩子辛苦了。是啊，我刚才也看到她了，确实有些闷闷不乐。一个女孩子担这么重的担子，着实是难为她了。光耀兄，恭贺乔迁之喜啊！多谢谭司令。谭司令，我们光耀今天可是双喜临门呢。哦，还有什么喜事啊？说出来让我听听，我也沾沾喜气儿。那我就不瞒谭司令了，父亲要替我向穆家求亲。啊？这么突然啊？谭司令到时候记得，一定要来喝我和婉清的喜酒啊！啊，好，那我先跟徐督军打个招呼。里面请。好。光耀，我早就跟你说过，这个谭司令对婉清小姐不怀好意。别乱说话。某公，早就听说你是这沪上有名的票友。哎，怎么样？一会儿和蓝老板合作一出《龙凤呈祥》如何？你听我这嗓子，今天就不在督军府丢丑了。蓝老板的《龙凤呈祥》可谓一绝，今天唱也是为了讨个好的彩头。光耀今年虚岁25，去年在陆军总部当了1年的参谋。如今在沪上任职，也算是独当一面了。不过这一个人过日子总不是个事情，我想是该给他讨一门亲事了。俗话说得好，成家立业，男人嘛，总得有个家，做事才有底气。听督军的意思是，光耀贤侄看上我们家婉清了。婉清这孩子得体大方，又跟光耀做过秘书，两人情投意合，很是般配。是啊，婉清和光耀从小便相识，青梅竹马。光耀呢，又是这样的人品才华，能够有光耀帮衬，我放心了。好。爸，我这才刚接手穆家的生意，千头万绪的，而且沙场还在亏损，我实在无心考虑婚事。婉清，之前是我唐突了，
我不该私下跟你表示的。父亲已经责怪过我了，我向你赔个不是。这么说，婉清，光耀已经提过这件事情了。婉清，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不告诉老爸？婉清啊，他人品大家都看到眼里了，私定终身，与理不合。婉清啊，你拒绝光耀是对的，这小子他没规矩，不能让他轻易得手啊！哈哈哈。徐伯伯，爸，我之前拒绝光耀哥呢，倒不是因为唐突。之前穆家舞会，我们把联姻的事情暂时搁置下来，是因为当时战事紧急，我们怕有损督军府的名誉。但是现在这南方的战事更紧了，如果重提婚事，只怕会遭人诟病啊。不，我倒不这么认为，我倒认为恰恰是缘分到了。如果当时那个事情成了，光耀就错过你这个真正的穆家小姐了。哈哈哈，这是命中注定，你们俩要成就一段姻缘。这只怕有人嚼舌根，说督军府不打理军事。怎么会呢？时局不稳，徐穆两家更应该相互帮衬。穆公啊，你看这小两口真是一对璧人。哈哈哈哈。是，督军啊，我就这么一个女儿，能够得到督军府的垂青，是我女儿莫大的荣幸啊。穆公你放心啊。今后婉清就是我督军府的少奶奶，凡事有督军府为她撑腰。穆公，我看择日不如撞日，不如咱们趁热打铁，订婚仪式就安排在下月初8，那是个移婚嫁的黄道吉日。好，能够得到督军府的垂青，那也是我们家婉清的荣耀，听督军的安排。好，来，喝茶。爸，我突然想起公司还有些合同要签，我就先走了。婉清，你不听完郎老板的《龙凤呈祥》了吗？我也不懂戏，你们听，我先告辞了。婉清啊，徐督军啊，公司最近生意颇多，婉清心情不佳，多有不周，还望督军和贤侄多多谅解。我倒是挺喜欢婉清这个爽利的性格是个能干大事的姑娘。光耀啊，娶了这么能干的媳妇儿，你可不要被比下去啊！父亲说的是，儿子自当更加努力。好，走，听戏去。好，请。婉清，你都听到了吧？我一定要去跟爸爸说清楚。别轻举妄动，我有办法。那个小报记者叫什么来着？哪一家？就是那个刊登徐光耀和裴少军的那个照片的那个。火花报。火花报是吧？派个脸生的给他送过去。这唱的是哪一出啊？快去。好。喂，明天10点，老地方见。你想到办法了？还是见面再说吧。宣莲，你有什么办法了？事出紧急，我觉得现在硬顶不是办法，你要不然先答应，就当是权宜之计。婚姻大事怎么可能是权宜之计啊？是你爹和徐伯君已经定下婚期，你这个时候硬顶，
你不仅委屈你自己，你还会连累我。是你自己说要陪我一辈子，一天都不会少的。你非要看着我和徐伯君鱼死网破，你才满意是吗？我是喜欢你，但是这种喜欢要拿命去赌的话，我也得掂量掂量。你混蛋！婉清，你听我说，我知道有人在盯着我们。你知道你还是能打劲儿。我这就过瘾啊！而且演戏嘛，就得逼真。居然敢戏弄你男人，回头再收拾你。等我消息。啊！谭玄林，你给我记着。婉清。光耀，怎么喝这么多？昨天晚清，戏都没听完就走了。我感觉他不是很想和我定情。既然穆公已经答应了，想必他不会食言。其实，在医院的时候，我就和他表达过好感，但是他没有给我回应，还逐渐疏远我。我猜不透他在想什么。我觉得还是找他问清楚比较好。我想问他，但又怕问他。我怕他拒绝我，我怕他心里没有我。你们说，我要是装傻，把他娶进门，用一辈子去保护他，他会爱我吗？你这么做有些自私。我就自私这么一回，我用一辈子去爱他，去护他，难道不够吗？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许。朋友，你别难过了，你最少还能留下穆婉清的人。我呢，追着顾月霜，都快把自己的心掏出去了，人家还不是不拿我当回事儿。来，咱们难兄难弟啊，喝一个。光耀，我也陪你一个。啊，老裴，你在这儿凑什么热闹？我和光耀喝酒，这叫同是天涯沦落人。你的谭桑榆上赶着往上贴，你就别凑热闹。你别开我玩笑。哎，你们看这女的像不像谭桑榆啊？各位贵宾，我唱的不是很专业，让大家见笑了。其实呢，我并不是一名专业的歌手，而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女学生。我今天之所以站在这里，是想把这首歌唱给一个我仰慕的人听。我想告诉他，即使战火纷飞，干戈不断，但是只要有他在，我就觉得这个世界
还是美好的。裴公子，如果你愿意，让我继续仰慕你，崇拜你，那就请你到台上来。好吗？老裴，你快去呀！人姑娘都豁出去了，你等什么呢？真心的悲哀，你是我的故事，是你的逃避我对我有一丝动心。而你却从不会耳听。这人家姑娘对你深情表白，你就把人撂台上不管了？你这也太不厚道了！我是真的没想到他会在众目睽睽之下这样。这别的不说，谭桑榆这胆量还真叫人佩服。你说人家女孩为了你回回主动，脸都不要了，就是一石猴子也该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了吧？你好歹给人一好脸吧！你知道像我们这样回回主动追人的人有多苦吗？都像你似的，捂都捂不热乎，那我们还活不活了？你要是不喜欢人家，你就当面跟人把话说清楚了，断了人的念想，要吊着人家算是怎么回事啊？其实我不讨厌他。老裴说不讨厌，那就是喜欢喽。少君，要是喜欢人家，又何必躲着他呢？到时候真寒了他的心，等他离你远去，你就该追悔莫及了。没错，也许他远离我才是安全的。
从小到大，我想做的事，我想保护的人，从来都是事与愿违。不是，那不应该啊！我记得谭桑榆之前说过，说你在北京学生游行的时候，还救过不少人。这不还救过他吗？那是他根本就不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当时我阻止了学生们闹事，劝他们写了请愿书，并交给了副帅。副帅却背地里将请愿书上签名的学生一个不落的抓进了监狱。少君，这不是你的错。对，这不是你的错。你这顶多是好心办坏事。要不我们再找个地方喝几杯？怎么了？今天晚上是顾小姐春闺梦里人的杀青仪式，我得给她去捧捧场，撑撑牌面。这个没我可真不行。你怎么还不死心啊？我这叫屡败屡战，越挫越勇。哥几个，兄弟我今晚得重色轻友一回了。回见。要不我们再找个地方喝几杯？好啊。光耀，不是说好再去喝2杯吗？怎么到这儿了？能陪我去走走吗？还在为婚事烦恼吗？少君，我有个东西，想给你看一看。